今天选手们要为评委的大作赋予新生命，在巨大的冒险地图上搭建史诗场景。评委来参加个真人秀也挺费手的，题目都得自己搭。比如这个大沙盘就要做出6种不同的自然地形，看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就知道又是一场技术赛，最后展示谁不会动谁尴尬的那种。胡子组擅长动物，又拿到的是沙漠地形，优势结合下决定做古埃及神话中的沙漠死神阿努比斯。以前的选手要么机械强，要么造型强，作为机器和生物造型双强的胡子哥上来就展示了自己是怎么吊打比赛的。他们想要狗头的大小手臂都做出来回扫的动作，这就需要2个以上的关节。他先做了小的曲柄连杆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大曲柄连杆。As the vehicle drives past, you swoop. It's going to swoop them off the top. Yep. 这部音真的天理难容了。接着在机械结构上丰满手臂和爪子，填充模型细节，在进阶版的小狗头后面加堵墙，最后放个金字塔。冒险家们路过沙漠，巨大的阿努比斯俯身想要抓住在黄昏中飞驰的越野车。人仔祭司们正在举行召唤阿努比斯的仪式。12小时能达到这样的完成度，真是纹身师闭眼秀我一脸。但阿努比斯还是有2处可优化的空间，一个是机械臂外露的部分过多，另一个是评委指出他们的2个场景有些割裂。更好的处理是融合2部分故事，让人仔祭司围在大阿努比斯身边。长发小哥拿到的是地中海，选择很明显了，就他曾经的地中海霸主古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于乐高大师来说，半天就行。秉承着谁模型不会动谁尴尬的想法，几个实力相近的头部队伍都掏出了自己的机械组。长发小哥想做一个从神庙里冲出来的牛头人，他们在牛和门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联动装置，就像布谷鸟钟一样。评委让他们看看隔壁的大狗头。That's what you're up against. Yeah. 虽然他们攻克了机械组难题，但一个小牛头人根本不够看。Why not have another one that's terroriz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Cyclops. Mate. 剩下1个小时里，他们用上了单身多年的手速，拼出了个独眼巨人。冒险者开着越野车路过古罗马集市，正当冒险者发现独眼巨人时，一边的牛头人从神庙冲了出来，和旁边的独眼巨人一起攻向冒险家。独眼巨人身上还背着一只小烧鸡。Did you have a little piece that you're proudest of in there, Scotty? Oh, I kind of like the bathhouse. She's peeing in the bath. 黄色透明砖用得很还原，果然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评委也夸赞他们最后逼着自己增加巨人角色，才是提升整个作品的关键。Well done, guys. Great job, guys. Getting the praise from Brickman is just a massive boost of confidence. Yeah. Happy as. 6块地图合体后，最扎眼的不是胡子哥的狗头，而是虎头。短发小哥组拿到的是丛林板块，他们决定放弃机械，专注造型，做一个大老虎神庙，复刻冒险片中的经典丛林套路：吊桥、陷阱、插满毛的墙。That's a tiger head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可惜动物造型是乐高永恒的难题，主角虎头的气质稍微有点跑偏，但12个小时的打磨后，勉强算救回来了。We got you. 冒险者穿过危险的老虎丛林，巨大的神庙坐落在顶空，下方的勇士们穿过带毛的墙，摇晃的吊桥被老虎追赶。在人仔视角上，只露出头顶的虎口，反而看起来更加霸气。这个画面绝对称得上全场构图最佳。厄运组因诅咒砖块，所以前5分钟不能动，只能看到其他选手把好地形都抢走，只给他们剩下了一块高地。Guys have been left with the highlands. 想放机械得搭个活物，和高地有关的活物，那就是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水怪了。一群缺德的村民正在偷尼斯湖水怪的蛋，冒险者路过，一把火破坏了偷蛋机器，深藏功与名。水怪尾部的蠕动处用了凸轮结构，4边形结构让水怪在身体倾斜的时候可以张开嘴。这一期比较拉胯的是情侣组和妈妈组，触手怪在节目里出镜频率太高了。小情侣的海怪章鱼在造型上也没能突出重围，但他们的船做的确实不错。还有妈妈组的冰霜女巫，只能说庆幸这不是淘汰赛吧。没想到最后评委更青睐短发小哥的丛林虎头，以完美的构图和场景融合拿下了冠军和下一期的豁免权。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